在经过长时间的所谓反补贴调查后，欧盟委员会12号发布公告称，将从7月起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最高加征38.1%的额外关税。此举引发国际哗然，在欧洲内部，包括德国、匈牙利以及一些汽车企业也公开反对欧委会的保护主义措施，担忧欧方此举将引发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我注意到，连续2周中欧经贸关系都是商务部记者会的热点议题。昨天，欧盟委员会宣布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后，中国多部门第一时间表达了强烈反对。商务部也表示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企权益，不过并未就具体措施作出说明。今天，路透社记者问及中方是否对欧洲乳制品和猪肉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作为反制，发言人表示，中方有权根据世贸规则和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虽然也没有谈到具体措施，但我们相信中方很快将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欧方裁决披露中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欧方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方保留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切实落实近期中法欧领导人3方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中欧相处正确之道，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在良性竞争中扩大合作，实现共赢。同一天，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就中方是否出台反制措施作出回应。中方有必须捍卫的原则，那就是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也有必须维护的利益，那就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为此，我们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根据欧委会12号发布的公告，欧盟将对比亚迪、吉利汽车和上汽集团分别加征17.4%、20%和38.1%的关税，对其他制造商将征收21%的关税。进口自中国的特斯拉汽车可能适用单独的税率。深圳卫视注意到，欧委会公布的临时性关税措施将在7月4号正式实施，而最终措施将在11月实施。这意味着中欧之间仍有4到5个月的谈判空间。Yeah, well, this is one thing I asked of senior European Commission officials who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behind the scenes, and they said, look, we're not there yet. What we want is to work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ind a way to not have to implement these new tariffs. They were asked about whether or not retaliation outside of car makers,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French cognac or dairy products from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They weren't drawn on that, and they had no comment to make particularly on that. It's clear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avoid a trade war.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向深圳卫视表示，针对他国出台的贸易救济措施，中方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应对机制，在欧委会做出最终裁决前，仍然存在谈判和对话的空间。一方面呢，就还是鼓励这些相关的企业去积极应诉，提供相关材料，然后在这个利用包括欧盟的国内法律程序去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当然，第二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政府间的磋商，表达我们对欧盟反补贴调查的意见，要求欧方呢做出相应的调整。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政府间的这种对话或者谈判，来对这个问题进行适当的处理。目前，欧盟对所有的进口汽车征收10%的关税，加上此次对华电动汽车加征的所谓反补贴税，这意味着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最高要交48.1%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公告发布后，欧盟中国商会随即发表声明，表达强烈不满，并表示，对于大多中国车企而言，当前的临时关税区间意味着严峻的市场准入障碍。欧盟在历史上征收的反补贴税平均为19%，此次只有对比亚迪加征的关税低于这一水平。数据显示，在原有10%的税率基础上，即便欧盟仅加征20%的进口关税，中国出口至欧盟的电动汽车数量也将减少1/4，约12.5万辆，贸易损失将高达近4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此次针对不同中国汽车品牌有区别的提升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给出的解释是，这取决于制造商在调查期间的配合程度。比如，针对比亚迪加征的关税为17.4%，而蔚来、小鹏、吉利等车企则面临20%或21%的反补贴税。特斯拉如果对欧委会提供有理有据的请求，可能在最终阶段获得单独计算的关税税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表示，特斯拉正在为降低关税税率提出申请。但也有观点认为，不同的关税税率与欧洲自身利益有更密切的关系。分析认为，比亚迪的优势在于电动汽车供应链管理，比亚迪在欧洲布局可以带动本土企业发展，这对于在能源转型关键期的欧盟而言至关重要。此外，吉利汽车投资了戴姆勒和沃尔沃，领跑汽车与德国车企斯泰兰蒂斯联姻出海，这些制造商面对的税率都相对较低，而上汽集团被加征超高关税有被针对的嫌疑，这可能与其国企背景有密切关系。 Through this action, they're actually making a differential pricing regime on Chinese EVs. Now, of course, BYD has the lowest of those tariffs, and they're also the market leader. So this is only going to cement BYD's leadership in the marketplace. 欧洲内部也存在不少反对声音。美国政客新闻网指，对于正寻求连任欧委会主席的冯德莱恩而言，此举是一次政治豪赌。冯德莱恩如果想要连任，必须获得法德领导人的支持，而前者支持增加关税，后者则多次表达了反对。12号，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欧盟应就相关问题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德国希望看到的不是更多限制措施，而是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环境。匈牙利国家经济部也发表声明称，欧盟应该支持贸易自由化，而不是征收惩罚性关税。英国广播公司指，这代表欧盟内部也存在变数，因为如果有代表至少65%的欧盟人口的15个国家投票反对，关税也无法在今年11月正式实施。挪威虽不是欧盟国家，但也对欧盟此举表示反对。此外，多家车企第一时间对欧盟加征关税表示反对。宝马集团表示，欧委会此举是错误的决策。该集团董事长齐普策称，加征关税将会阻碍欧洲车企的发展，同时也将损害欧洲自身利益。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引发连锁反应。梅赛德斯奔驰、斯特兰蒂斯集团也发表了类似评论。宝马、奔驰和大众等欧洲汽车制造商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今年第一季度，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约为30%。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任何反制措施，这些制造商将被严重影响。深圳卫视注意到，欧盟新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将于明年开始实施。美国汽车杂志 Motor Trend 指出，中国电动汽车目前价格较低，且续航里程不错。如果欧洲不能提供足够的本土替代品，欧盟减碳目标将会受到负面影响。And so I think the danger is getting into sort of a tit-for-tat tariff battle here. Nobody seems to want this. The German automakers in particular don't want this. And so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pushback here, and the Commission will probably show some flexibility. 欧洲的消费者享受不到中国的这个自优、价格比较公正、合适的电动汽车的产品啊。另外一方面呢，没有了中国汽车的进入啊。欧洲的车企的竞争力啊也很难提升。从长远来看呢，欧洲的电动汽车产业也很难得到一个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发展。外媒注意到，对于中国车企而言，欧盟此举可能影响有限。路透社称，关税虽然会让中国车企新增数十亿欧元的成本，但中国车企完全可以消化它们。海关数据显示，如比亚迪小型车款海豚和上汽 MG 名爵 MG4 等在欧洲的平均售价约为在中国的2倍，这为车企应对新关税带来缓冲。摩根大通分析师也指出，即使加征关税后，比亚迪在欧洲销售每辆汽车利润仍可能比在中国销售的同款车型高出约50%。那么以这样一个税率来看呢，应该还不至于说让中国的车企完全进不了欧盟市场。但是呢，可能进入的这个成本、出口的这个规模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对于企业来讲呢，如果说确实最终反补贴税率征收了、落地了，比如说对欧的这个出口的汽车品类是吧，包括你出口的这个价格，那么出口高端的还是低端的等等，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此外，中国企业现在正努力探索出海新模式，也就是实现在欧洲的本土化生产，这也将帮助中国车企规避潜在的贸易风险。目前位于匈牙利佩斯州的未来欧洲能源工厂已于去年9月投入运营，比亚迪也已宣布在匈建设一个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基地，上汽名爵、长安汽车、长城汽车等自主品牌都在筹划在欧洲建厂。
中国车企也在寻求开拓更多元的海外市场，其中墨西哥成为首选。截至2023年12月，已有12家中国车企39个品牌入驻墨西哥市场。此外，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奇瑞汽车、小鹏汽车和吉利旗下高端汽车品牌极客，如今也在积极布局中东。欧盟针对中国进口新能源车的所谓反补贴调查靴子落地，下月起将加征最高达38%的附加关税。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准确的说呢，这是扰攘大半年针对中国新能源车的所谓反补贴调查落下的第一只靴子，是欧盟委员会恶意打响关税战的第一枪。那么欧盟方面将它包装表述为出彩，声称是基于反补贴抽样企业调查结果所做的阶段性的安排。那么换言之，另一只靴子会在今年11月前落下。那么这是欧盟委员会人为设定的大限，届时呢，欧盟将会宣布执行期5年的关税安排。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打第一枪它的后果不严重，影响不恶劣。英国《卫报》就算了一笔账，目前呢，欧盟市场入门级的新能源车，它的价格在3万欧元左右，折合将近22万人民币。那么加征关税之后呢，最高将会带来11450欧元，预计超过8万元的额外的购车成本。放到全球来看，欧盟对中国新能源车下手，其实呢是以去风险作为幌子，在跟随美方行动。此前呢，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进口的新能源车课征高达100%的附加关税，但是呢，业界普遍在嘲讽，这就是美国政客在大选年里摆 pose 凹造型。因为目前中方输美的新能源车数量相当有限。那么对照来看，虽然欧盟涉华附加关税，它的税率设定是2位数，但是呢，中国新能源车这几年堪称是全球最靓的仔，在欧洲市场上表现不俗。因此，欧盟此番挥舞关税大棒，它的行业影响明显要比美方大得多。那么路透社就援引欧盟产业数据称，2019年中国进口新能源车在欧盟的市场份额不到1%，但是呢，到2025年有望猛增到15%。路透社就据此测算，欧盟这一轮附加关税一旦落地的话，涉案的货值可能高达数十亿欧元。令人瞩目的是，欧盟委员会宣布关税行动后，德国前3大车企都发声反对。匈牙利经济部也第一时间发布声明，严厉谴责欧盟委员会关税决定。那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个好问题。最应该站出来做出回应解释的，其实是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本人。欧盟委员会口口声声，欧洲汽车界面临着明显可预见以及迫在眉睫的损害威胁。但是呢，判断行业的态势最有发言权的，难道不是业者自身吗？德国3大车商其实也是欧盟前3大车商，大众汽车更是全球最大的车商，他们齐声说不，难道不应该叫醒冯德莱恩吗？同样禁不住追问的是，英国经济学人也在最新的评论文章中质疑，搞所谓的反补贴调查，难道不应该是由业界来率先发起？为什么这次在欧洲反倒是政府来先行呢？欧盟所谓反补贴调查，它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产业竞争力问题，也就是中国新能源车它的市场竞争力到底因何而来的。对此呢，中国元首上月在法国总统府出席中法欧领导人3方会晤时一锤定音，给出了最令人信服的权威解释。包括新能源车在内的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代表的是先进产能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不论从比较优势还是全球市场需求的这个角度来看，都不存在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德国总理朔尔茨上周在参观欧宝汽车公司时也明确和冯德莱恩的所谓关税战策略呢打起了对台。孤立和非法的关税壁垒，最终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加昂贵，让每个人变得更加贫穷。德国不会对外国公司关闭市场，因为呢，我们也不希望德国公司受到如此待遇。我注意到美国财富杂志网站今天的即时评论的标题可谓是一针见血，德国和瑞典2国被欧盟关税决定深深拖进了贸易战。
也因此，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今天在该报刊发的评论，用了这样一个扎眼的标题 ：“Tariffs are bad policy, but good politics。”附加关税是糟糕的政策，但是呢，却是政治的好把戏。沃尔夫就认为，干预经济的理由说1000道1万，但是所谓关税从来就不是什么好手段。匈牙利政府昨天的声明甚至使用了类似谴责这样的严厉表述，就更见欧盟内部分歧之严重。须知比亚迪、蔚来等等这些个中国新能源车商在欧洲设厂，都是瞄准了匈牙利这个东欧国家。匈牙利可不希望欧盟委员会的决定断送本国新能源车的发展大计，所以呢，态势很明显，在新能源车的关税大战上，欧盟委员会它的政治利益与一众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乃至欧盟的产业利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匈牙利下月就将成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国，相信该国为了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还会有更多的行动来争取影响欧盟委员会的后续决策。就欧盟委员会的单方面关税决定，中国外交部与商务部都已严正发声。那您认为这又意味着什么？中方将如何捍卫自身权益呢？从欧盟单方面发起所谓反补贴调查以来，中方的立场态度就很明确。首先，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其次，一旦欧盟采取行动，那么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当然，也要厘清的是，欧盟关税棒它所指向的，其实也并不只包括中国的车商，甚至欧盟车商在华设厂，他们所生产的欧洲返销的新能源车，以及美国特斯拉公司，同样在受影响之列。那么，欧盟委员会已经放话，要求欧美车商个案申请搞所谓的关税区别对待了。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一家车商提出正式申请。至于欧盟它乱舞关税棒的这种反弹后坐力，那就更大了。因德国的这个交通部长维辛昨天就警告，欧盟此举会引发贸易战，不仅不能保护欧洲产业的发展，反而会伤及到德国的企业。我想，这也正是德国3大车商齐声说不的动因所在。毕竟中国是德国车商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份额呢高达30%。我认为中方将采取的捍卫自身权益的具体手段，包括将不限于对从欧洲进口的大功率燃油车、农产品以及航空产品相应提高关税等等。一言以蔽之，中方的反制工具箱极大，箱内工具也是极多的。按照《经济学人》的分析，欧洲挥舞关税大棒的一个结果，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新能源车对欧洲市场的征服。这主要表现为2大趋势：其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汽车市场，也是新能源车的市场，欧盟的最新动作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本土的消费者对中国汽车品牌的市场回归。就连刚刚拿到史上最大薪酬包的特斯拉总裁马斯克都在感叹，在中国市场出头太不易。其二，欧盟雄心勃勃推进的绿色能源进程，可能会因为新能源车关税战的全面的引爆，受到各种牵扯干扰。经济学人就算了这样一笔账：比亚迪的海豹新能源车在中国市场的售价是24000美元左右，而同款畅销车型它的欧洲市场售价呢翻了一番，这让海豹这款车完全可以吸纳欧盟委员会设定的附加关税。这就是比亚迪它的产品遥遥领先的市场竞争力所在。从市场红海中杀出来的爆款产品，光靠非市场化的手段是完全压不住的。就像好莱坞大片里的那句经典台词：“有些鸟儿，它们天生羽毛精彩，那是牢笼根本关不住的。”应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乘包机抵达惠灵顿，开始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李强表示，我这次访问新西兰是为赓续传统友好、促进互利合作、推动共同发展而来。接下来，李强还将访问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此前一天，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澳媒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与中国有效合作将使区域内所有人受益。就中澳关系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看报道。
当地时间13号下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总督府北草坪举行仪式，欢迎国务院总理李强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李强抵达总督府时，拉克森在草坪入口处迎接。拉克森陪同李强观看毛利欢迎仪式。拉克森向李强介绍迎候的基罗总督夫妇，军乐队奏中国国歌，鸣礼炮19响。随后，李强检阅仪仗队和军乐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拉克森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新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彼此包容、聚焦合作、共同发展，推动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两国合作创下多个第一。李强指出，中新的发展对彼此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中方愿同新方持续扩大贸易规模，深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汽车、创意产业等领域合作潜力，也欢迎更多新方企业来华投资。李强还强调，中方愿同新方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将把新西兰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希望新方为中国公民赴新提供更多便利。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高层及各级别沟通对话。新方愿同中方加强执法合作，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配合，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服务贸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并共同会见记者。双方发表中新总理会晤联合成果声明，两国同意启动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因为今年是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成10周年，是双方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那么目前这个国际社会面临的很多挑战，这也是那么中新两国那么在这些领域那么去探索共同应对挑战的方式方法的一个重要的机会。那从双边层次来讲呢，因为此前我们和这个新西兰已经是完成了这个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版的谈判，那么下一阶段，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寻找新的那么双边关系发展的增长点？我想这也是一次重要的机遇。作为自2017年之后访问新西兰的中国最高层级官员，李强此访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注意到，中新建交50多年来，双边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新西兰是第一个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发达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发达国家，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有观察指，经贸合作是中新关系发展的动力源，两国经济高度互补。新西兰的乳制品、肉类等农产品满足了中国民众对于优质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中国的机电产品与纺织品则是向新西兰出口的大项。2013年至今，中国连续10年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近380亿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1700亿元。2008年4月，中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此后，双方于2016年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旨在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放开服务和货物市场准入。升级版自贸协定于2022年4月正式实施。今年1月1号，中国对进口自新西兰的乳制品全面实施零关税，这标志着中新自贸协定得到完全实施。观察指出，新西兰尽管是五眼联盟中的一员，但其对华政策却不受美西方国家的左右，而是长期追求相对独立的外交路线，不愿因意识形态偏见使本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更不愿充当大国博弈的棋子。尽管中新两国远隔重洋，在地区安全等议题上尚存分歧，但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和对真正多边主义的坚守，才是中新关系能够走深走实、长期领跑的秘诀所在。我们知道，过去几年应该说国际社会非常动荡，但是中新双边关系仍然保持了非常好的发展势头。那这里政治互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有了政治互信，那么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呢才有可能。根据外交部此前公布的消息，李强此行的第2站是澳大利亚。当地时间6月12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澳大利亚人报》发表题为《与中国有效合作将使区域内所有人受益》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李强总理此访是2017年以来中国总理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标志着澳政府重建澳中对话和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据阿尔巴尼斯介绍，李强总理访澳期间将参观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厦，两国总理还将共同出席在珀斯举行的工商界首席执行官圆桌会。阿尔巴尼斯提到，
中国无疑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他表示，澳大利亚棉花、铜、煤、木材、燕麦甘草、大麦和葡萄酒能够重返中国市场，让澳大利亚农民、种植者、采矿者和出口商获益匪浅。同时，中国民众也能够享受到澳方的高质量产品。提到澳中关系时，阿尔巴尼斯强调，澳中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应通过对话解决。如果印太地区所有国家都能在维护地区稳定上发挥作用，所有人都能获益良多。It is symbolic. As well of the stabilis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that's occurred. I very much welcome the visit of the Chinese Premier to Australia. We want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 stronge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澳大利亚政府12号发表声明称，在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反倾销关税后，1个月内，澳大利亚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超过8600万澳元（约合4.2亿人民币）的葡萄酒。该声明强调，在经历了3年的贸易中断和全球需求下降后，这对本国葡萄酒生产商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当天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采访，谈及该话题时表示，对华葡萄酒销售存在巨大机遇。目前已有350多家澳葡萄酒厂商重新建立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外界注意到，正当美国和欧盟向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之际，澳洲市场继续向中国汽车开放。未来18个月，预计将有1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进军澳洲市场。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首席执行官托尼·韦伯近日表示，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汽车销售的第3大来源国，其中每年要从中国进口数十万辆新能源汽车。截至今年初，澳大利亚销售的所有新能源汽车中，80%以上是中国制造。当地媒体报道称，目前在澳大利亚汽车市场上，中国的比亚迪已成为仅次于特斯拉销量第2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当地消费者认为，比亚迪的技术正在快速进步，在功能上和特斯拉已经没有太大区别，而且价钱相对较低，因此备受欢迎。为了减少碳排放，澳政府近年来为新能源车主提供补贴，令新能源车销量不断增长。今年5月的市场份额更是达到8%。再加上由于澳大利亚并无本土汽车工业，不存在补贴竞争等问题，因此对于中国车企业而言，澳大利亚也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那么这次，李强总理访问澳大利亚，其实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双边在经贸合作领域肯定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它也反映了中澳在双边关系校准航线之后一个发展的良好趋势。我想这还是取决于澳大利亚方面是否能够秉持就是一以贯之的对华的这种务实外交态度能不能与这个中国形成重要的这种互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其他的合作呢才可以顺利进行。当地时间13号起，一连3天，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意大利举行。随着权威与国际信誉日渐消弭，近期已被越来越多人视为不受欢迎的领导人俱乐部。今年，多位G7成员国领导人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困境。当他们各怀心事地聚在一起，会讨论哪些议题？在涉华、俄乌及巴以问题上，美欧之间又存在怎样的重大分歧？A G7 meeting has no intention of doing anything when they meet in a 5-star hotel with a Michelin restaurant. I mean, it's a holiday. 从12号开始，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及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陆续赶往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的海边豪华度假村，参加1年1度的G7领导人峰会。因多位领导人深陷各自国内政治博弈，且俄乌和巴以2场战争持续不绝，外界普遍认为本次G7峰会阴霾密布，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作为东道主，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坦言，这是一个尤为艰难的时刻。路透社12号在报道中称，G7国家领导人大都心情沮丧，因为多位G7成员国领导人的政治前途目前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距离美国大选越来越近，美国总统拜登的选情却十分紧张。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已在绝大部分关键州领先拜登。雪上加霜的是，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又刚因非法持有枪支和隐瞒吸毒背景被判处有罪。而英国首相苏纳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都将在未来几个月里迎来关键选举。其中位置最岌岌可危的是苏纳克，在7月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领导的保守党正以极大的劣势落后于工党。一旦败选，这名80后首相的唐宁街生涯就将告一段落。马克龙也因所在阵营处于下风而走出一步险棋，宣布提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议会选举。极右翼势力崛起的当下，马克龙余下任期会否跛脚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岸田文雄则将在金秋迎来自民党总裁的选举，而日本最新民调显示，受到黑金丑闻等因素持续影响，岸田的支持率已跌至其2021年上任以来的新低。因此，多位及其成员国担忧，明年合影的时候是否还是同一批领导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德国总理舒尔茨也正面临同样的问题，两国最晚都将在2025年举行大选，而他们领导的阵营目前也都处于落后位置。相比之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党刚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斩获佳绩，被视为目前及其内部地位最稳定的领导人。在欢迎环节，他身着粉色套装，笑容满面地与来宾一一握手，但观察指这难以平衡本届G7峰会的沮丧氛围。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会有6场工作会议，主题覆盖非洲、气候变化和发展、中东、乌克兰、印太安全以及人工智能等。尽管看似议题广泛，但核心内容仍聚焦于俄乌和巴以2场冲突以及涉华议题。根据美国彭博社记者获取的领导人声明草案显示，美欧将继续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议题，意图组成共同阵线，在芯片等领域应对所谓中国挑战。上个月，美国公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等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措施。综合多家媒体消息，华盛顿期盼能够统一战线，正极力推动盟友把该内容纳入最终的联合声明内。不过，七国集团中的多国财长此前已警告，提高关税可能带来贸易战风险。法国财长勒梅尔日前表示，中国仍是欧洲的经济伙伴，避免与中国发生贸易战很重要。德国财长林纳德也指出，贸易战只有输家，不可能有赢家。德媒直言，美国对此事的关切高于欧盟，有些欧洲国家更希望能避免跟中国爆发全面贸易战。在欧洲国家考虑到自身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平衡贸易、金融等多方面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如何对中国来在关税方面进行调整，欧洲也在进行一些尝试。一方面呢，有一些国家认为对华加征关税对欧洲自身来说会带来实际的利益，是立竿见影的。但同样也有一些国家担心的是，一旦动手过度，或者说步子迈得更大，可能会造成一场新的贸易战。对于经贸方面的摩擦，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丧失，是很多欧洲国家所担心的。值得警惕的是，美媒还爆出G7计划成立一个半导体供应链联络小组。尽管该小组名义上是用来协调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但实际上此举被认为针对中国，在收紧中国获取相关产品和技术的空间。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还计划扩大对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和其他产品的制裁，目标范围也划到了中国。美国仍然在形成对华的合围，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欧洲国家是被迫选边站队，甚至呢是迫于美方的这种压力来最终牺牲中国市场，或者是说呢，在权衡之后，最终又做出一些妥协。尽管通过炒作涉华议题博眼球，但本届G7峰会的首要议题仍是有关如何支持乌克兰。美国希望在峰会上敲定利用俄罗斯央行被冻结资产的约3250亿美元的利息收益，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英国此前也提出过类似想法，考虑过特朗普有可能卷土重来。外交大臣卡梅伦在G7开幕前夕疾呼盟友们团结起来。I hope as a very minimum at the G7 this week, we can agree that we use the interest from the frozen assets to roll up an enormous loan for Ukraine, and the money can flow way before we get elections in America in November. 不过，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报道，美欧就此出现重大分歧。美国想要欧盟当这笔贷款的唯一担保人，承担所有风险；欧盟则直接喊话：“我们可没这么蠢。”消息人士称，想要协议最终达成，可能至少要推迟到秋季。Well, Biden's trying to push the Europeans to accept his plan on either seizing Russian assets, that is, to cash them in, or to take the interest from the assets. And of course, the Europeans are not too crazy about this because, you know, when a lot of these assets are in European banks, and if the Russians want to play hardball with the Europeans, they can freeze their assets. 深圳卫视注意到，俄罗斯此前已做出强硬回应。俄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西方试图没收俄资产的行为，无论以何种形式，均无异于偷窃。俄方将予以对等回应。
事实上，俄方也已提前布局。上月18号，根据俄司法部门对一起涉外天然气商业合作的判决，俄罗斯没收了德国最大银行在俄资产约2.3亿欧元的资产。专家分析，俄方此举就是为了震慑美欧，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否则杀敌1000，自损800。而就在12号，俄罗斯最大的交易所莫斯科交易所宣布，当地时间13号起将暂停美元和欧元交易。与此同时，俄罗斯央行也宣布，由于美国对莫斯科交易所集团采取的限制措施，美元和欧元的外汇交易和交割工具的结算均被暂停。外界普遍将此举视为俄罗斯做出的最新反制。其实此前很多的欧洲国家也一直担心，一旦的冻结俄罗斯的资产，进而呢由冻结转为没收，可能会造成连锁反应。首先呢，说到美元，它的全球化的地位会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冲击，但更多的欧洲国家担心的是俄罗斯的反制措施。而另外呢，很多欧洲国家担心的是国际规则问题，一旦呢冻结一国的资产，并且呢挪作他用，用这种所谓的惩罚性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就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那未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在欧洲进行投资以及呢资产的存留会质疑，认为呢会承担更大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将在G7峰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签署一项新的安全协议。Basically commits the U.S. to supporting Ukraine militarily with weaponry, with training for soldiers and the like for 10 more years. This is a negotiation that has been taking place for months. 事实上，在巴以冲突问题上，G7国家间的不和谐声音更为响亮，尤其是在如何承认巴勒斯坦国以及看待以色列军事行动等问题上，美欧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有学者担心，该议题有令美欧关系脱轨的风险。So it will definitely be a challenge for the G7 not to be derailed in some ways by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Gaza and what are post-war plans. Less reflective of power around the world, much more of a club that's not necessarily got the legitimacy that it once had, and add on double standards and hypocrisy and people dying. At scale in Gaza, and it's a very gloomy outlook. 对于正在意大利召开的G7国家领导人峰会，不仅聚焦于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而且准备探讨在半导体供应链和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上进一步采取措施压制中国。那对此您怎么看呢？我认为，从本次G7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准备重点讨论和解决的几大国际热点问题来看，这个组织已经非常明显地出现了这样几个非常危险的变化。其一是，原本经济化特色非常明显的七国集团组织，已经呈现出了相当明显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也就是要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分界线，将中俄两国跟广义上的西方世界给区隔开来。二是原本旨在对内协调与促进七国内部发展和对外促进经济全球化的G7集团，已经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对外斗争化倾向，其典型特征就是本次会议的主题居然是要探讨对中俄的经济封锁与制裁。第三，本次会议除邀请了包括印度总理莫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阿根廷总统米莱、巴西总统卢拉等发展中大国领导人参加之外，还邀请了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发展中小国参加。这些都意味着七国集团峰会正在企图从一个西方大国抱团取暖的小圈子，进一步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扩散，准备扩大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圈子。那么七国集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新发展和新动向呢？我认为这背后的根本性原因就在于，在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广义上的西方国家又挑起了一场针对中俄的所谓新冷战，并使得广义上西方国家跟中俄之间的分歧与对抗进一步加剧了。而且尤其让美西方感到头疼的是，由他们挑头组建的世界秩序与国际组织，不仅解决不了这一分歧与对抗，而且还使得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成为了展示双方分歧与对抗的舞台。比如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按照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美西方获得的支持率还经常比不过中俄两国。同时，由于美英法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都拥有1票否决权，这样一种格局又经常使得安理会
在解决重大国际分歧与地区冲突问题上难以有作为，尤其是由于俄罗斯既是俄乌冲突的当事方，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就使得美西方没有办法利用安理会这个工具来打击俄罗斯。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西方才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手是在军事上进一步强化与壮大北约这个军事组织，另外一手就是进一步转变七国集团的功能，将其由一个经济组织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具有斗争性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组织。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用北约这个军事组织来架空安理会，用七国集团来架空联合国。而为了反制美西方的阳谋，中俄则正在利用上合组织来针锋相对地反制北约，用金砖国家来反制七国集团。于是整个世界就不可避免地再度出现了像冷战时期那样的东西方分裂与对抗，而美国无疑是其中的始作俑者。舆论普遍认为，由于七国集团不仅面临着各自国家内部的分裂与变局，再加上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与对华关系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所以这次这些国家领导人峰会将难以有所作为。对此，您又如何分析呢？我认为，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对华战略上，七国集团之间的确是存在着分歧，但是这个分歧不仅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大，而且我们还得面对七国集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正在迅速整合分歧的现实。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制裁俄罗斯还是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七国集团都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要是没有七国集团在其中挑大梁，反而与援乌联盟压根就组织不起来。当前七国集团内部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是否要利用被冻结的数千亿俄罗斯资产来援助乌克兰，因为这背后涉及到了合法财产权保护这一根本性的价值观与法律问题。然而，即使是在这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上，七国集团也正在迅速弥合分歧。据报道，美国希望在G7峰会联合声明中加入利用俄方资产收益来军援乌克兰的相关表述。这一主张已经获得加拿大和英国的支持。同时，在美国的鼓动下，即使是原先反对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已经对此持开放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七国集团在制裁俄罗斯与援乌问题上，哪里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七国集团中的其余6国的确是跟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是这一分歧仅仅是体现在如何对待以军进攻加沙所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上，在消灭哈马斯以及保护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这一大方向问题上，七国集团之间则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在对华战略上，由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分歧，七国集团内部的矛盾的确是最大的。在对华经贸上，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盟也受美国的鼓动，中断了中俄投资协定的进程，而且响应拜登政府的脱钩断链号召，提出了所谓的对华经贸区风险化。另外，有评论认为，由于美英2国即将面临国内的大选，再加上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领导人在国内面临着民意支持率低迷等问题，这将导致七国集团在处理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和对华关系问题上力不从心，甚至是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我认为这些或许是事实，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越是在国内政治困难重重、矛盾分歧加大的情况下，七国集团的领导人越是有可能会在国际政治上进一步整势强硬，以转移国内面临的矛盾和政治压力。当地时间12号，备受瞩目的俄罗斯海军4艘舰艇组成的编队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进行访问。尽管俄古之间的军事互动并不罕见，但在俄乌冲突，尤其是美西方允许乌克兰使用援助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背景下，此次前往古巴的俄军舰艇规模堪称近年来罕见。俄方更是首次出动了核潜艇，其中的作战舰艇都具备发射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
俄国防部就表示，相关舰艇在航渡大西洋期间完成了使用高精度武器的演习。据俄新社报道，访问古巴的俄军舰艇编队当地时间12号驶入哈瓦那港。根据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此前的声明，这次访问符合古巴和俄罗斯之间的历史友好关系。他国海军对古巴进行正式访问，也是古巴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惯例。俄罗斯海军舰队抵港时，古俄双方军民放21响礼炮致敬。尽管当天下雨，仍有众多古巴民众一早聚集在哈瓦那的沿岸街上观看俄军舰艇。一名俄罗斯外交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俄方舰船此访预计5天，古巴民众可以登上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参观。军舰向公众开放3天，每天4个小时。Right behind me there are the 4 Russian naval ships that came into the port of Havana this morning. The ship directly behind me is a rescue ship, an icebreaker, which does not have much use in the Caribbean. And then behind that is a nuclear-powered sub, the Kazan, something Cubans say they've never seen before in this country, a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coming in for all to witness into the port of Havana, really something quite unusual. And then behind is the Gorshkov,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modern military ships capable of firing cruise missiles that Vladimir Putin possesses, really the highest level technology that the Russian Navy can boast. 资料显示，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是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建造的第一种全新主战水面舰艇22350型护卫舰，排水量4500吨，配备有相控阵雷达和28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能够提供舰队防空能力，所以它也被称为俄罗斯神盾。喀山号则是俄海军最先进的亚森 M 级多用途攻击核潜艇，能够执行水下攻击、情报收集和担任潜在特殊任务平台等各种任务。俄海军表示，喀山号代表了俄罗斯攻击核潜艇设计的巅峰，是俄罗斯第1级采用单双混合壳体技术建造的攻击核潜艇。据称，喀山号的下潜深度超过500米，最大水下航速大于31节，在各项基本指标上至少不亚于美国最先进的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喀山号如果潜入北大西洋，可以对美国东海岸以及此前被认为是美国海军舰艇和潜艇避风港的区域实施打击。尽管古巴方面此前表示，抵港俄军舰艇均不携带核武器，但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与喀山号都具有美方所忌惮的杀手锏，就是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锆石是一种吸气式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是俄军装备的首款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战斗部重量可达400公斤，最高速度超过8马赫，弹头采用成波体设计。俄方宣称，全球还没有与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同类型的导弹，该导弹可摧毁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艇和地面目标，且无法被导弹防御系统或防空系统拦截。俄媒指出，古巴哈瓦那距离美国海岸约180公里，如果使用锆石，则能很短时间内抵达美境内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于2020年6月执行了锆石导弹的首次测试发射。该导弹在飞行450公里后成功击中位于巴伦支海的目标。而在同年11月，当时尚未正式入列的喀山号也完成了锆石导弹在核潜艇上首次发射，并成功击中目标。这也使得喀山号成为全球首艘搭载高超音速武器的核潜艇。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的消息，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和喀山号核潜艇抵达古巴前，在大西洋完成了使用高精度武器的演习。演习期间，护卫舰和潜艇舰员演练了使用高精度导弹武器，他们为此采用了对标定为假想敌舰艇集团和距离超过600公里的海上目标进行计算机模拟的方法。操作员在工作岗位上输入模拟水面目标的参数，不实际发射导弹摧毁这些目标。为发送目标指示，使用了从护卫舰升空的卡27舰载直升机。喀山号同时在潜水状态进行了训练。按照俄方的说法，这2艘舰艇上的高精度武器，除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还包括口径巡航导弹和睾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加勒比地区一直被视为美国后院。有分析认为，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海军舰队此时前往该地区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演习，明显有向美国示威的意图。时事评论员施洋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此次俄方舰艇均来自俄海军北方舰队。
由于该舰队并未参与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所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访问的敏感度。但另一方面来讲，北方舰队此次远海行动也是为俄海军找回因黑海舰队在俄乌冲突中遭受重创而在本国民众中受损的形象。美军还很贴心的这里这个应该来说是为这个俄军提供了大量的舰机的伴航。虽然这种伴航从美国人自己这边有其目的，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无疑也提供了可供模拟打击或者说这种模拟对抗的这样一个目标样本。所以这种理论上的威慑，虽然说其实战的价值相对有限，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显然是一定要进行的。美国方面紧盯俄海军动向，但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表示，不认为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迹象。We've been tracking the Russians' plans for this. This is not a surprise. We've seen them do these type of port calls before, and these are routine naval visits that we've seen under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s. We're always constantly going to monitor any foreign vessels operating near U.S. territorial waters. We, of course, take it seriously, but these exercises don't pose a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但由于古巴与美国的最近距离只有180公里，俄方舰艇在航渡大西洋期间，甚至在距离美国佛罗里达海岸不足30英里处模拟对敌目标进行攻击，因此部分美国人士仍感到紧张。From the Pentagon said there's no direc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does up the ante in terms of the rhetoric as well as the tensions that are ris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军部署了军舰和军机监视俄罗斯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军事演习。美国海军出动了 P-8A 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还有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与1艘加拿大护卫舰、1架加拿大空军反潜巡逻机一起监视俄军舰队，并尝试搜索潜艇。施洋认为，尽管美方大动作对俄海军编队进行跟监搜索，但从喀山号上浮并进入哈瓦那港来看，俄方无意强化与美国的对抗态势，这显然与西方部分舆论将此次美俄两军的互动形容为古巴导弹危机 2.0 版本相去甚远。现在这个俄罗斯只是派出了舰艇访问古巴，既没有要在古巴部署这个各种先进武器，更不会在古巴部署核武器，所以说它与古巴导弹危机其实相去甚远。但是这种媒体上的描述将它与第2次古巴导弹相提并论，让美国人感受到一种至少是在这个舆论场上的威胁。对于俄罗斯来说，应该是他乐见的。前2日，在广州、深圳两地展开的金玉湾区主题报道活动转战香港。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和港澳媒体组成的大型记者队伍，自13号起在香港开展为期3天的报道行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前局长马时亨表示，香港在发展时面临挑战，需要转型，但是因为有祖国的大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将做得更好。那么，我觉得这个27年之后，我们碰到的条件不小从这个03年这个 SARS 到今天，我们每一次都有很多所谓危机，但是每一次我们都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对未来非常有信心。对于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对香港的抹黑，马时亨在采访中表示，香港国安法保障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有很多西方人都回到香港经商。I had dinner with a friend of mine from London. Actually, he's Scotland. He's from Scotland. And he has been living in Hong Kong for the last 40 years in business. And he was back in London recently. And he said that all his friends asked him, why are you still in Hong Kong? Is it a safe place? And he said, of course it's a safe place. Of course it's good for business. For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Hong Kong, I have to tell you,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事实上，去年香港全面通关复常以来，特区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扩大与内地和海外经贸交流，大力度支持企业创新，推动经济稳步复苏。数据显示，2023年香港经济增长3.3%，高于同期发达经济体1.6%的平均增速。今年1季度，香港经济增长2.7%，与疫情前10年2.8%的年均增速基本持平。
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将继续依托深港两地一河之隔的地理优势，在落马洲河套地区兴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园区旨在利用创科桥头堡的优势，与深圳协同建立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科生态链，推进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實現互惠互利。裏邊會有好多好嘅政策，會支持整個科研嘅發展。咁包括可能係一啲跨境嘅4流嘅措施啦，包括係物流、數據流、資金流同埋人流嘅跨境流動。